上雨落之间，速度力度配合身形的锻炼，高高低低起右边永恒的定律，转呀转呀转不停，绽放生命火光。一团火燃烧心窝，烧掉心中那迷惑，熊熊热火是能量，千岁百炼金刚要经过琢磨。一团火燃烧心窝，冲破障碍不怯懦，自强不息成长，要突破青春岁月，由我来掌控。对于上次大家提出的意见，我已经考虑过了。既然你们觉得以前没有表现的机会，那么接下来对旋风队的比赛就换你们几个上场吧。嗯？真的？耶！队长，你不打算上场了吗？我也是时候应该休息一下了。希望你们能抓住机会好好表现，不要到了最后关头还要让我出手。放心吧，队长。我们队有实力的不止你一个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我也等着看你们精彩的表现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嗯。开始吧！翻天覆地！不要放弃，快变招！加速空断！洋葱，坚持住啊！终于成功了！你在搞什么？不是叫你坚持住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召唤出炫光，有点兴奋了。延青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跟洋葱正在训练，你们也一起练吧。你们还没收到消息吗？那个迪兰宣布跟你们队的比赛他不上场。什么？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本来今天我们是约好和顺一起练习的，但是他说迪兰不上场，所以队里要加紧训练迎战你们队，所以就没有来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迪兰居然不上场应战，以为光凭队员就可以打败我们吗？简直不把旋风队放在眼里！万一让队长知道这件事……不，队长正在专心练新招式，绝不能在这个时候打扰他。其实我们只要将那些队员全部打败，到时候迪兰想不上场也不行啊。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虽然没有跟那些队员正式碰过头，那几人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。而且其中最为辣手的就是他们的副队长松本尚，这个人的实力仅在迪兰之下，深不可测，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可恶，飞鹰队怎么偏偏就在这一场改变策略了？大家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哦。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艰苦的训练过程的。只要能帮到队长，逼迪兰上场，多苦我们都不怕。好吧。不过大家要记住，为了让队长专心训练，这件事一定要对他保密。欢迎大家来到江川市全国悠悠球晋级赛的比赛现场。
今天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去年全国大赛的冠军队伍旋风队，以及今年的新秀队伍飞鹰队。飞鹰队虽然是新秀队伍，可是他们已经连胜了2场比赛，现在暂时与烈火队一样，并列排在积分榜的第1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飞鹰队前2场比赛都是由队长迪兰一人轻松击败所有对手的。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这场比赛中故技重施呢？而旋风队在此前的比赛中落败了，现在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2名。因此，这场比赛将直接关系到旋风队最终能否顺利晋级全国大赛。想必今天的比赛一定会有一番龙争虎斗。事不宜迟，有请2队的首战队员上场。什么？不是应该迪兰上场的吗？队长，我们已经听说迪兰这场比赛不打算上场。你们全知道了？队长，你放心吧，不管他们有什么对策，我们都一定有办法逼迪兰上场的。所以队长，你只要专心逼他使出那一招就可以了，等着看我们的表演吧。你们，好了，洋葱，记住我们之前的策略，只要坚持住就行了。原来是连新手赛前3名也进不了的选手啊，真是没意思。有没有意思？比赛过后就知道了。比赛开始。陈少辉选手和旋风队的洋葱选手都已经先后出招了。登月函数，以场上的战况来看，2人是势均力敌，实力不相伯仲啊！什么不相伯仲？看我速战速决吧！到底他在搞什么？一直在防守，完全没有进攻的意思。多人战士，一定要坚持住啊！只要按照我们之前的策略，一定可以坚持到底的。副队长，我们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逼那个迪兰上场呢？在比赛中，除了技术的较量，就是体力的竞争。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消耗对手的体力，让对手的体力下降了，我们就有机会打败他们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把对手的体力耗尽了，他们支撑不下去，那到最后那个迪兰……没错，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训练体力。就算实力有差距，只要我们能把防守坚持到底，就可以耗尽对方的体力了。经过了地狱式的体能训练，无论是运球的持久性还是球的空转，我都已经加强很多了。只要坚持住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场上的局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，经过了10几个回合的较量，旋风队的洋葱选手仍然一直坚持以最基础的招式进行防守，这到底是什么策略呢？可恶啊！你这个懦夫，让我一招收拾你吧！看来陈少辉选手已经按捺不住，要出手对付洋葱选手了。到底洋葱选手会怎么应对呢？洋葱，坚持住啊！翻来覆去。多人战士，去吧！
像你这样的对手，竟然浪费了我这么长时间。经过多个回合的苦战，终于分出胜负了。这一轮获胜的是飞鹰队的陈少辉选手。对不起，我没能战胜他。没事儿，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。年轻，接下来到你了，记住我们的策略。第二局比赛由飞鹰队陈少辉守擂，旋风队严青攻擂，双方准备好了吗？现在比赛正式开始。上次对战还没分出胜负，今天就让我堂堂正正的打败你吧！去吧，天马神功！什么？一来就召唤旋光？旋光出现了！严青选手在第一招的时候就换出了旋光，实在是太惊人了。什么？他们的作战策略不是以防守为主吗？你以为我们只会防守这一招吗？但是光消耗对手的体力怎么能打赢呢？我们的体力也一样消耗啊！当然不是那么简单。即使对手的实力很强，能够把我们第一个上场的人打败，但他在防守战术的策略下也会消耗更多的体力。接着我们攻略的第二个人就利用这一点，积极进攻，速战速决，将对手打败。我明白了，这样下去一定能够循环逼到迪兰出手。严青选手已经使出了旋光，不知道陈少辉选手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呢？可恶！我是不会输给你这个小子的。快招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招式速度怎么会慢了下来？面对严青选手的强大攻势，陈少辉选手似乎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。我们的战术奏效了，林亮说的对，私斗逞强不是一个选手应该做的，真正的选手就要在赛场上决出胜负。接招吧！年轻选手已经拼尽全力，看来这局比赛很快就要决出胜负了。刚才在干什么？快召唤圣光啊！去吧，打入战士！哦，陈少辉选手同样使出了旋光。怎么回事？情况似乎很不寻常。上一局做了太多招式，已经支持不住了，怎么办？好机会，去吧，天马神功！糟糕，他又变招，大龙战士！
这个林亮真是的，都这么晚了还不见人。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比赛都已经开始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昨天晚上一直忙着在想对付飞鹰队的战略，所以今天睡过头了。又不是你上场，忙什么呀？哼，今天要对付的可是那个嚣张的家伙，难道你不想旋风队打败他们吗？说的也是，不过你有办法吗？你放心吧，我已经带了很多好东西来对付他们，还有帮延青他们打气。走吧。等等我。收拾他吧！天马行空！结果已经非常明显，第2局比赛，延青选手攻垒成功。好，幸好赶上了。你还说找个位子坐下来吧。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比赛才刚刚开始的。接下来由飞鹰队的和顺选手进行攻垒。我们终于有机会一决胜负了，就算是朋友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。这也正是我要说的。好了，第3局比赛开始。正月弹射！和顺选手一出手就是高难度的招式，我们再看看延青选手。真是令人意外，年轻选手选择了级数较低的招式，难道他的作战方法又从进攻转为防守了吗？奇怪，他为什么要改变作战方式呢？他们又来这一套。这个队怎么搞的？一下进攻，一下又防守。他们无非是想逼我们对所有人出手罢了。即便如此，也不一定会轮到队长上场。无论如何，他们都要先过了我这关才行。是吗？那你可就要好好把关了。真是想不到，为了要逼迪兰出手，旋风队竟然使出了这种战略。其实更让我想不到的是，经过之前种种，他们队竟然会变得这么团结。郭瑞，千万不要辜负队员对你的期望了。看来这一次，延青选手决定以防守为主，胜负一时还难以分出。上一回合我消耗了太多体力，不过我也一定要尽力拖延时间。天马行空！延青，坚持住啊！想不到这么短的时间里，大家已经进步了这么多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怎么办呢？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该支持哪一个呢？啊！延青，加油！和顺，加油！你到底是帮哪一边的？不对，延青根本没有发挥真正的实力。自从上次新手赛之后，他的技术已经提高了很多，为什么现在只攻不守呢？难道？对不起，不能跟你痛痛快快的打一场。可是为了队长，为了旋风队，我别无选择。我说，请你原谅我吧。无论你是什么原因，作为对手，我一定要尽全力来打败你。让我看看你真正的实力吧！上啊，暴风超音！
色绝手使出炫光了！加油啊！终于来了，就让我们用这最后一招一决胜负吧。我们在阳光灿烂一天出发，心中许下的承诺，大家一生也信守蓝天之下的约定。天大地大，各不同的路，你和我要踏上成长的旅途。漫长路上感到孤独迷惑，请你相信我。抬头看看天空，深深呼吸，怀抱着信念。白的云，蓝的天，风雨过后会重现。不管分开多远，共鸣心声在耳边。白的云，蓝的天，梦想终于会实现。在同一天空下纵横地平线，并肩向前。